7岁小儿子被蛇咬伤，我立即带他去大儿子的医院治疗，却不想被大儿子女朋友当成小三。他不仅阻止给小儿子打血清，还甩我一巴掌。我跟我男友天作之合，你竟然带着私生子当面挑衅。我被他按在地上殴打，剪掉第2性征。他还扬言，你这样的骚货，下面封起来就老实了。我被打得遍体鳞伤，送进急救室，主刀医生竟然是我大儿子。他拿刀的手剧烈颤抖，脸色苍白。妈，谁把你打成这样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儿子调皮，抓着蛇不放，被蛇反咬一口。老公出差，大儿子在医院上夜班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打车去大儿子医院急诊。一个艳丽的女护士小跑过来，询问我小儿子病情，然后安排病床往急救室送。我哽咽着解释前因后果，求求他一定要救救我儿子。他眼里看着仪器，不停地跟身边的人交谈。但就在即将推入急诊室的那一刻，病床突然停下来。我不明所以，疑惑地问怎么了？那个女护士眼底神色晦暗不明，紧紧盯着小儿子的脸，问：你认识傅北季吗？我点头，我当然认识，他是我大儿子3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脸上就挨了一巴掌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捂着高肿的脸颊，抬头看罪魁祸首。那个女护士趾高气昂，仇视地盯着我，大骂：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跟傅北季交往1年，已经感情稳定，准备结婚了。我这才仔细看他的脸，似乎真的在大儿子朋友圈见过，是傅北季女朋友尹欣。我抬手想要握住她的手，虽然这个时候不是跟儿媳妇第1次见面的好时机，但我还是先自我介绍，我是傅北季的妈妈。2个字还没说出口，又是一巴掌打在我脸上，这次用了10足10的力道，我脸颊火辣辣的疼。贱人，不要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就敢跟我抢男人。他一脚踹在我肚子上，疼痛让我直不起身子。他狠狠地盯着病床小儿子，这就是你背着我男友生下的孽种。小儿子跟他哥哥有8分像，但他们2兄弟都像爸爸。我想解释，因为傅北季也是像爸爸，但尹欣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他看了一眼病床上脸色发灰的儿子，慢悠悠地说：现在我们有更紧急的病人，这个就先等等吧。说着带着其他护士就准备离开。我脑袋嗡嗡作响，但也明白小儿子的病情拖不得，手忙脚乱拿出手机，想给傅北季打电话。嘟嘟嘟，电话那头却忙音。小儿子脸色越来越不好，我心里越来越焦急。傅北季电话却打不通，我没忍住骂了一声粗口，却不想还没走远点的尹欣听到了，以为我在骂他，瞬间回头，快步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面目狰狞：你在给谁打电话？刚刚傅北季接了一个车祸急诊，现在还在手术室，你以为联系上傅北季，他就会帮你？他把一根项链从脖子里掏出来，上面熟悉的红宝石在我眼前晃悠。这是傅北季给我的定情信物，他要跟我结婚的。你不要以为你生了个孽种，他就会想着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坚不可摧。他用力把我扔在地下，衣裳半开，露出我脖子上的红宝石。尹欣瞳孔瑟缩，继而是更大的怒火：你凭什么也有这款传家红宝石？这款红宝石确实是我们的传家之宝，一共有2块，一块我交给了傅北季，让他送给心仪的女生，一块我准备留给小儿子。但由于小儿子
年纪还太小，暂时由我保管。尹欣显然是误会了，一把扯下我脖子上的红宝石项链，又哭又笑。傅北季，你这个骗子，说好只爱我一个人的，结果你竟然和这个老女人有染，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，我心好疼，可我还是克制不住的想要爱你。他自言自语，发了一会儿疯后，眼神突然阴郁的可怕。只要他们死了，我们之间就不会再有任何阻碍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尹欣掏出手机，不知给谁打电话。半晌后，我听见一句：“哥哥，你一定要帮我捍卫我的爱情。”但我没空看他发疯。我爬到小儿子病床旁，看着他脸色越来越不对劲，心急如焚。快来人呀，来人救救我儿子，他被毒蛇咬了，脸都青紫了，再不救他，他会死的。周围其他护士也劝尹欣，万一真的弄出人命就不好了，要不先把这孩子送进急救室。尹欣冷哼一声，锐利的眼神扫过众人，缓缓开口：“你们确定要站在小三这头？你们不要忘了，傅北季爸爸可是这家医院的董事长。我嫁进傅家后，你们的升职机会可都是被我拿捏着。”这话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只得假装忙碌离开。我几乎哀求：“尹欣，求求你，先让我儿子进急症室，要不然他真的会死的。”尹欣却冷脸，眼神凶狠：“我就是要他死，死了我跟傅北季之间结婚后才不会有隔阂。要不是总是有个私生子在我们中间横着，我可不想当别人后妈。”我急忙解释：“我儿子不是傅北季的私生子，他是傅北季的弟弟，亲弟弟，如假包换。”尹欣一脚踹在我心口：“你说这孽障是我男友的弟弟，但你对他可是一口一个儿子，我看你简直荒谬。你难不成还想说你是傅北季的妈吧？”我立刻点头：“我真的是傅北季妈妈，亲妈。”尹欣脸上有一瞬间的恍惚，死死打量着我的脸。这时门被推开，一群人带着棍子冲进来。为首的黄毛大喝一声：“谁敢跟我妹妹抢男人？”看到我跪在地上，脸颊高肿，整个人狼狈不堪。尹欣站在我对面，面色不善：“哥，就是这个贱人，他还说他是傅北季妈妈。”黄毛冷笑，上下扫视我一眼，不屑地说：“他要是院长夫人，那我就是院长。妹妹，这个贱人就是想恐吓你，让你乱了分寸。”尹欣怀疑的目光变得越来越肯定：“哥，还好你来了，不然我肯定被这个小三给蒙骗了。”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像个恶魔，对着我脸就是连续几巴掌。我耳朵嗡嗡的，却不敢躲，只是一个劲的祈求：“求求我儿子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！”尹欣突然眼底闪出戏谑的光，恶趣味地说：“想要我救他可以，你把衣服脱了，自己扇自己巴掌。”一边扇一边说：“你是贱人，是小三，跟我道歉。”对着镜头说：“你不该插足我的感情。”我被这个无理的要求惊呆住了。尹欣推搡我，不耐烦地抓着小儿子的头发，把他灰白的脸对到我面前：“留给你考虑的时间不多了。”我心如死灰，四周全是黄毛带来的大汉，他们色眯眯地盯着我，黏腻恶心的视线在我胸前扫视。我手紧紧拽着衬衣最上面一颗扣子，不住落泪摇头。尹欣冷笑一声：“我倒是不着急，就是不知道这个贱种还有没有时间等你慢吞吞脱衣服了。”我泪如雨下。傅北季之前倒是跟我提过尹欣，说是个善良的女孩子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凶神恶煞的女人，身体不自觉颤抖。边上5大3处的男人虎视眈眈：“脱呀，你一个当小三的骚货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胸前鼓鼓的，藏的什么？”
衣服脱了，让我们看看。尹欣拿出手机，对着我脸拍摄，威胁：蛇毒一般1个小时毒发，你自己算算，你还有多久磨蹭的时间？为了儿子，我拼了！我紧闭双眼，快速脱下上衣。黄毛吹口哨：姐，你别说，这骚货身材真不错。我从小家规森严，循规蹈矩结婚生子，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屈辱。我死死咬住下唇，直到尝到铁锈味。现在可以救我儿子了吗？尹欣却不满意，镜头从上到下拍摄，我扭头避开，却被他捏着下颚，完整的脸暴露在镜头下。急什么？不过脱了一件外衣，还有内衣。还有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的是你脱光对着镜头大喊你是小三是贱人，现在不过是开胃菜。黄毛在旁边淫笑：就是脱呀，快脱！尹欣嗤笑：不脱，这个贱种就等着去。我脱！害怕他一语成谶，我立刻打断，手颤颤巍巍地伸到后背，解开扣子。在尹欣虎视眈眈的眼神下，我对着手机镜头缓缓开口：我是小三，我是贱人，求求你们救救我儿子！啪！尹欣一巴掌把我头打歪。谁让你加后面那句的？我要公开的是你的罪行，不要说其他的。我几乎哀求，跪在他脚边。他真的不是什么私生子，是傅北季的亲弟弟。你先救他，只要你救了他，我什么都不计较。尹欣冷笑一声，双手环抱手臂。你不计较，轮得到你个贱人计较吗？骗骗别人可以，不要真的把自己都骗了。说着，他抓住我的头发，把我头往墙上撞。你个小三，高高在上的样子让我恶心。说着，他似乎还不够泄愤，对身后的人吼：你们都愣着干嘛？拿手机给我拍照呀！四面八方的闪光灯对着我不停拍摄，我根本无法躲避，慌不择路的逃窜之下，竟然撞到小儿子的病床。下意识想去扶小儿子的手，稳住他身形。不对，我心咯噔一下，为什么小儿子的手这么凉？我心里有个不好的预感升起，告诉自己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手指却不受控制地向他鼻尖探去。没有呼吸，怎么会没有呼吸呢？我疯了般摇晃小儿子的身子，可是不管我怎么摇晃，他身子始终软绵绵的，就像没有骨头一样。小儿子死了。意识到这个真相后，我脑海被气愤充斥。我伏低作小，忍隐心羞辱，都是为了让小儿子早点进急诊室。可是现在小儿子死了，那我就没有任何忍耐的必要了。我顺着病床缓缓爬起来，仇视地盯着眼前这个杀子仇人。尹欣不自觉后退几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一步步朝尹欣走近。我小儿子死了，他死了。我又哭又笑，癫狂的仿佛一个恶鬼。我要你给他偿命。我张牙舞爪地冲向尹欣，可在就要触碰到他时，后脑勺一痛，我被打倒在地。黄毛手里拿着棒球棍，关切地问：姐，你没事吧？尹欣虚惊一场，后怕地拍拍胸脯，摇头。下一秒，一脚踩在我脸上。贱人，还敢动我？这次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才知道我不是好惹的。头好疼，意识逐渐模糊，彻底昏迷前，我听到黄毛问：姐，这孩子死了真的没关系吗？尹欣嗤笑：我们这可是医院急诊室，一天要死多少人？更何况这孩子送来时就太晚了，根本没有挺到我们急救。两人笑声逐渐变小，直到彻底消失。再次睁开眼，我躺在手术室上，手脚被束缚，我用力挣脱，却挣脱不开。这时，尹欣穿着白大褂，缓缓从门后走出来。别挣扎了，没用的。你要干什么？
我声音都在颤抖。你说你没我年轻，不就是仗着是傅北季的初恋，还跟他有个孽种，才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？现在孽种死了，我再帮你去除一下第二特征，你说你还能勾引到傅北季吗？我听到死了那句，整个人就绷不住，眼泪大颗大颗往下落，根本听不见他后面说什么，更不知道我即将面对什么。你这样的贱人，打麻药都是浪费。尹欣从身后掏出手术刀，骚货以后就要骚不起来了。说着，他残忍一笑，手术刀放在我胸前，比划。我后知后觉意识到他要做什么，嘴里却被他眼疾手快塞进一双臭袜子。这可是手术室，叫太大声了会影响其他医生做手术的。我恶心的想吐，却更忌惮他手里那把手术刀，对吗？安静一点才比较乖。他眼底带着阴森的恶意，手起刀落，我的惨叫被臭袜子吞没。与此同时，我胸口被划开一大条口子，现在没了大胸，我看傅北季还会不会喜欢你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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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敢勾引我老公的女人都去死！疼痛让我整个人痉挛，身体不住抽搐。尹欣疯了，他硬生生割掉我一个乳房，他带着偏执，用手术刀在我脸上比划。你的脸我也不太喜欢，仔细看，跟傅北季还有几分夫妻相。下一秒他眼神狠厉，可只有我才能跟傅北季做夫妻啊！伴随着我的惨叫，我脸上被划拉了好几道口子。狐狸精，贱女人，死小三！尹欣变着花样的骂我，泄愤般发泄在我脸上，脸上火辣辣的疼，一片湿润，不知道是血还是我的泪。我心中无比绝望，我小儿子死了，说不定我也会意外死在手术室。只是我好恨我自己，也恨傅北季招惹这么一个女人，才害得他弟弟才7岁就被害死，我的小儿子。这时，手术室门口的呼叫器响起，尹欣愣了一瞬，接通，是谁在用这个手术室？傅北季清冷的声音通过呼叫器传进来。尹欣呆愣了一瞬，立刻坦然自若地回答：是我和张医生在使用。北季，现在没有多的手术室吗？我躺在手术台上，想要呐喊，可刚想张开嘴，就扯到了面部肌肉，脸上的血痕疼得我根本不敢动。傅北季回答：没事，我只是日常询问。尹欣面对傅北季时，跟对我的嚣张截然不同。他娇滴滴的解释，末了又说一句：今晚等我下班，陪我去逛街。好，正好去给我要去买个奥特曼当礼物。虽然看不见傅北季的表情，但我也知道他嘴角含笑。前几天，小儿子抱着傅北季胳膊撒娇，说自己马上要7岁了，是个大孩子，想要一份大孩子的礼物。傅北季点头，轻戳小儿子额头，问他想要什么。小儿子气势十足地说自己想要个迪迦奥特曼。我眼角划过一滴泪，这才短短几天，小儿子就和我们天人相隔。平时两兄弟感情这么好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傅北季知道了小儿子的死讯，该有多少伤心。我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，所以忽略了尹欣听到傅北季说晚上去买奥特曼当礼物时眼底的狠辣。傅北季离开了，他根本没有发现一墙之隔的母亲正在遭受他女友的非人虐待。尹欣目光凌厉，贱人，没想到你手段比我想象的厉害得多，竟然能让傅北季在我面前光明正大地说给私生子买礼物。还好那个孽种已经死了，不然我不敢想象他以后横在我们中间，我该有多难受。他咬牙切齿地说。突然他想到了什么，死死盯着我的下体，喃喃道：我要永除后患，
只杀一个孽种没用，万一你趁我不注意再生一个孽种怎么办？他就像陷入自己的世界，有些癫狂的自言自语：对呀，我好聪明，我要永除后患呀，只杀一个孽种没用，我要把这个贱人也杀了。不对，要是我杀人了，怎么身家清白的嫁进富家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想着嫁进富家。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算跟傅北季断绝关系，我也绝对不可能让她嫁进傅家。但只要把口给她缝上就好。天呀，你太聪明了吧！难怪傅北季这么爱你。尹欣一会害羞的笑，一会竖起大拇指，接着他面露凶光，朝我走来。我早就被打得没有反抗的力气，如今更是浑身赤裸，被绑在手术台上。但我还是想唤起他的良知。尹欣，收手吧，我不是小三，我是傅北季的亲妈，你放了我啊！尹欣直接拿针穿过，一针一针，我疼到头皮发麻，连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下子再也不会有小孽种出生了，傅北季永远都是我一个人的了。以后傅家的钱还有这家医院也是我儿子的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。尹欣，到底是谁在里面做手术？我刚刚在外面遇到张医生了，他说他根本没有手术。你到底跟谁在里面？见尹欣不回话，傅北季急了，砰！手术室门被撞开，傅北季走进来，见到尹欣独自一人拿着手术刀，有些惊讶。你一个护士，有做手术的权利吗？尹欣不接话，反而一脸求表扬。傅北季，我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，我不应该夸夸我吗？什么心头大患？尹欣指着我，咧嘴笑。这个女人想勾引你，但你放心，我已经把她解决了。傅北季呆愣了一瞬。什么？尹欣娇滴滴地挽着傅北季的手。你不会生气了吧？虽然她是你的初恋，但现在我才是你女朋友，你可不能站在她那头，不然人家就一辈子不理你了。傅北季浑身裹挟着寒气，语气有些不耐烦。我都说你是我初恋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？尹欣嘟嘴，不高兴地说：你就知道骗我，哪有男人快30岁了才第一次恋爱的？大儿子说的是真的，从小我对他就很严格，加上他是个自律的人，决定当医生后废寝忘食的学习，根本没有时间恋爱，要不然不至于没有一点恋爱经验，被尹欣这个表里不一的人欺骗。见傅北季沉默，尹欣也帅耍起小性子：你还骗我？我都看到你初恋给你生的私生子了。傅北季，你混蛋，竟然还骗我！傅北季瞳孔一缩，不确定地再次询问：你说什么？什么私生子？我这是终于积蓄了点力量，抬手想要引起傅北季的注意，却先被尹欣发现。他快步走到手术台前，当着傅北季的脸就连续给我几巴掌。贱人，都是你害得我跟傅北季生分。傅北季过来拦住尹欣，语气愠怒：你不要闹了，我都说了我初恋就是你，也没有私生子，万一你把人打出个好歹，就是医疗事故。说着，他想来查看我的伤势，突然脸色一变，他身上的伤是你弄的。尹欣不屑地看了一眼躺在手术台上犹如死鱼的我，这是他罪有应得，又抱着傅北季的手臂撒娇：傅北季，你会帮我摆平的吧？你那么爱我，要是我坐牢了，你也不愿意吧？到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贱人来医院的时候就是这么重的伤，到时候随便给他家人赔点钱。这种当小三的不都是为了2个臭钱吗？尹欣越说越顺畅，越说越过分，全然没有注意到傅北季越来越黑的脸。从小到大，
我都教育他要做一个根正苗红的人。果然，下一秒他打断尹欣：“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人身上的伤到底是不是你弄的？”尹欣一愣，下一秒泪眼朦胧：“傅北季，我可是你女朋友，跟你交往了1年，你竟然这么说我！”傅北季被弄得有些不耐烦，但还是冷静地说：“你先出去，我先看看他伤势。”尹欣不高兴地往外走。这时，傅北季叫住他，尹欣高兴回头，却听见傅北季说：“让张医生进来，他浑身是血，看起来太严重了。我脸上被划了好几刀，根本看不清本来面貌，身上也遍体鳞伤。”傅北季根本没有把手术台上这么惨的我跟自己妈妈联系起来。尹欣气呼呼地离开，但很快又进来一个医生。张医生一边给我清理脸上伤口，一边帮尹欣说话。尹欣这次是有些过分，但到底还是小姑娘，害怕失去你才做出这么极端的事。傅北季脸色沉沉不说话。突然他看到被清理过后我的脸，整个人浑身颤抖。妈！他不确定地喊了我一声，我张不开嘴，却含着泪冲他点头。他突然就崩溃了，情绪失控。妈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？他声音颤抖，像个无助的孩子。突然他身体一僵，后知后觉意识到尹欣说的小三就是我，但他还是很快就镇定下来，拿着手术仪器：“妈，你放心，你一定会没事的，我会救你的。”说着他开始检查我的伤势，可越检查整个人越颤抖。他颤颤巍巍开口：“妈，你身上的伤都是尹欣弄的吗？包括下体的缝合？”我闭上眼，沉默。我默认的态度显然激怒了傅北季，他好几次绷不住，准备出去找尹欣，却被张医生拦住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病人的伤口。我可怜的大儿子，他是那么孝顺一个人，可现在却让他亲自面对母亲的不堪。这种不堪还是他捧在手心上的女孩带来的。在麻药的作用下，我渐渐睡去。再次醒来，我躺在医院病床上，傅北季脸色沉沉，但憔悴几乎掩盖不住，黑眼圈又大又重。见我睁眼，他立刻扑上来嘘寒问暖，可我始终一言不发。妈妈，我怎么没有看到弟弟？傅北季声音颤抖，可眼里却满含希冀。我终于崩溃大哭：“弟弟，你那还有什么弟弟？”傅北季倏地跌坐在地，扯开嘴角勉强的笑：“妈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当然有弟弟，马上就7岁了。我还给他买了一个比他还高的奥特曼当生日礼物，我怎么可能没有弟弟呢？”这时，尹欣被2个保镖架进来，他一路上嚣张的叫嚣：“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抓我！我男友是傅北季，我可是以后的傅家少奶奶，你们得罪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！”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。他被保镖按在我床前跪着，他抬头看见我，脸色更差了，几乎怒吼：“贱人！你这个贱人竟然还没死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这次我一定要弄死你！”说着挣脱保镖的束缚，张牙舞爪地朝我冲过来，下一秒被傅北季一脚踹倒在地。尹欣不可思议地看着傅北季，委屈极了：“为了这么一个贱人，你打我？傅北季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完了，这次就算你跪着求我，我也不可能原谅你了。”傅北季咬牙切齿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这是我妈，亲妈。”尹欣有一瞬间的呆愣，立刻变了脸，原来是我婆婆呀，难怪跟傅北季长得这么像，这变脸速度简直让人惊叹。但我却没有心思欣赏，现在我的太虚弱，连给他一巴掌的力气都没有。于是我对着傅北季说：“你不是想知道
你弟弟在哪里吗？你问他，他知道。尹欣脸上谄媚的笑瞬间僵住，一回头就对上傅北季猩红的双眼，他不自觉咽了一口唾沫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不知道呀。”傅北季猛地起身，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尹欣脸颊瞬间红肿起来，他立刻不服气地抓着傅北季的手，想要还手。你竟然打我！我告诉你，你弟弟死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死了！傅北季勃然大怒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他一个眼神，2个保镖立刻会意，拽着尹欣的手固定住他。傅北季脸色铁青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我弟弟呢？死了！啪！又是一巴掌，这次直接把尹欣打吐血。尹欣破罐子破摔，傅北季，你不是个男人，你今年30岁，那男孩至少7、8岁了，怎么可能是你弟弟？你为了蒙骗我，好恨的心，执迷不悟。傅北季气得一脚把尹欣踹倒在地，掏出手机，翻出全家福，你看清楚，这是我亲妈，他是我亲弟，照片上有恩爱的我和老公，帅气的大儿子，可爱的小儿子。尹欣这时眼底才有惧意，他被保镖带下去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颤抖，一直到喊：傅北季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错了，不知道那是你妈妈，阿姨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。他声音渐行渐远，我却扭过脸。坏人得到惩治，并没有多高兴，我只是活下来了，但遍体鳞伤，而我的小儿子，我却永远地失去了他。当天我老公回来了，他面色阴沉，却没有多问我什么。应该是从傅北季那里知道了事情经过。你放心，老婆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尹欣被开除了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我老公年轻时在商场厮杀，就是以手段阴狠著称。温润尔雅的大儿子也继承了他这一点，父子联手，这将是尹欣的噩梦。我出院那天，尹欣出现了，他表面完好无损，但浑身都在颤抖，卑微的快要舔我高跟鞋。对不起，傅太太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吧。我现在已经受到了该有的惩罚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弟弟在哪？我突然开口问。尹欣愣了一瞬，但还是回答：在监狱。我冷笑，他都还没死，我怎么就受不了呢？有心人递给我一个视频，上面是尹欣赤裸着身体跪在地上，自己打自己巴掌，一边打一边说：我是贱人，我是骚货，我该死。不用想，我也知道是傅北季做的，但这怎么能够慰藉我小儿子的在天之灵呢？我给一个人打了一笔钱，第2天黄毛便被人放出监狱，然后有人接近他，带他赌博。最开始他总是赢，几千、几万，最多一晚上赢了上百万。他以为他是天选之子，可惜在他一头扎进去的时候，却开始输。为了翻本，他变卖车子房子，甚至偷了不少之前傅北季送给尹欣的礼物去卖，而尹欣却一无所知。他忙着平息傅北季的怒火，任傅北季打任我妈，还要应付网上流传的不雅照，但他却相信，只要他哄好傅北季，那么傅北季便会帮他解决掉一切困境。我没有为他揭开真相，反而看他在以我臆想中越陷越深，甚至叮嘱傅北季对他态度好点，人就是要在最高处摔下来才够狠够疼，不然我死后有什么脸面面对我没能保护好的小儿子？黄毛赌博的缺口却来越大，直到终于瞒不住，于是他把他姐买了，也就是尹欣。尹欣被赌场的人抓走那天，还给傅北季打了电话，求傅北季来救他。可惜是我接的电话，傅北季不会来救你的，
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设计。你个杀人凶手，仅仅是去坐牢，太便宜你了。那边疯了般尖叫，可惜我已经挂断电话，也断了他唯一的生路。看着站在眼前的傅北季，我问：你会怪妈妈吗？傅北季摇头，咬牙切齿：如果不是您要亲自报仇，我会亲手让他出骨扬灰。我满意的点头，还好他没有为了爱情忘了自己最爱的弟弟。后来听说尹鑫在赌场挨了不少毒打，最开始不仅不给饭吃，还没有衣服穿，天天泡在冷水池。他终于受不了，答应接客。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次，他越来越放得开，活得越来越轻松。于是我选择报警。杀人、卖淫，不管哪一个罪名，都够他蹲一辈子监狱了。我还花大价钱给他请了一个很好的律师，生怕他被判死刑。往后余生，我要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，为我小儿子赎罪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